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结婚时，我一分彩礼没要，带着所有财产嫁过去，还帮着老公婆婆贴补小叔子。可我婆婆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盯上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，逼着我一套写老公的名，一套写小叔子的名。我自然不肯，她便理直气壮起来：你嫁进我们家，你的房子自然要跟着我们家姓顾，不然显得我儿子像入赘一样。我以为她顶多思想传统，可没想到她身为人母，竟能做出更不要脸的事情来。婆婆逼着我跟老公离婚，只因我不同意，将娘家拆迁分到的2套房送1套给小叔子。这一切就发生在晚饭时分。那会儿我还在厨房里炒菜，婆婆就招呼小叔子一家子吃起来了。老公心疼我，让我炒完这盘菜赶紧入座吃饭，就怕买回来的半只烧鹅一点都不给我留。毕竟这种事情时常发生。我炒完最后一盘菜，端上桌，刚入座，筷子还没动，就听到婆婆问道：苏叶，你分的2套新房，准备写谁的名字啊？我的名字啊！我想也没想，就脱口而出：那是父母留给我的老房子，位于郊区。我出嫁以后就一直闲置着，因为地理位置太偏，想出租都困难。没想到最近半年，那一带被开发商收购，将建成商品房。而我的房子居然可以换2套商品房，还是带学区的。最近正准备签字办手续，怎么可以写你的名字？婆婆惊诧地说道：为什么不能写我的名字？我一下子被婆婆搞糊涂了。我名下的房子，而且是婚前房，拆迁分下来的房子，为什么不能写我的名字？写你的名字，以后故意不就变成入赘了？婆婆不悦地应道：妈，这跟房子名字又没有关系。我哑然失笑地解释着：是啊，妈，这跟写谁的名字没关系，都是一家人。故意附和着：怎么会没有关系？你可要搞清楚，是你嫁到我们顾家来的，不是我们故意入赘你们苏家。房子自然是要写户主顾意的名字，哪有写你的道理？婆婆振振有词地反驳道：可是那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那你是不是嫁到我们顾家来了？既然嫁到我们顾家了，那房子就是你的嫁妆，大的那套就写顾意的名字，小的那套写顾和的。婆婆理直气壮地直接下命令安排了起来。写顾和的，我有些懵了。写老公的名字，我能理解了，毕竟是夫妻。但写小叔子的，这是什么理？对呀，反正2套房子你们也住不完，分1套给顾和正好。过2年，小杰也要上幼儿园，听说那边会配套幼儿园和小学，到时候小杰就可以来城里上学。婆婆说到这里，忍不住眉开眼笑起来，表情分明在说，这是她最宝贝的孙子小杰。而大儿媳苏叶嫁到他家3年，连个蛋都没给他们顾家下。房子我不会登记在别人名下的。我言简意赅地拒绝道。一直以来，婆婆就偏心小叔一家，经常拿我家的东西去接济他们。平时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想着怎么说也算是一家人，不要太计较。没想到现在还打起我房子的主意。苏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婆婆顿时不满地拍着桌子，起身大声呵斥着：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这个家我是做不了主，我自己的东西我还是能做主的。妯娌脸色变了，看我态度坚决，知道这次将婆婆搬出来没用，就讨好地说道：大嫂，我们也不是要你的房子，就是想着将户口记在你房子名下，这样小杰就能上市区的公立幼儿园。等小杰上学后，房子再改回到你名下，
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我的房子不会登记在别人的名下，我还是同样的态度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都说了户口记在你房子名下而已，又不是要你的房。婆婆急了，我没有说话，反正还是同样的立场。房子一旦登记到小叔名下，我就别指望要回来了。他们一家什么德行，我早看透了。转头瞟了一眼婆婆最宝贝的孙子小杰，长得跟小叔子不能说不像，只能说完全不相干。之前在村子里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，只因跟我没有关系，没在意罢了。现在婆婆居然想让我将房子转到小叔子名下，就为了让这个说白了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孩子读书问题，想得倒挺美。妈，苏爷不愿意，你就别勉强他了。顾意见双方僵持着，赶紧出来解围。顾意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？你老婆不明事理，你也跟着不懂事吗？小杰可是你亲侄子，是我们顾家唯一的种。你这个当大伯的，要是不帮你侄子解决上学的事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婆婆朝着顾意咆哮道：小杰能来市区上学是最好，但这不是顾意的责任，而是要看顾和的本事。我帮顾意说着话，这3年顾意家在我和婆婆之间也挺难的，我知道她的不容易，所以自己的丈夫我自己心疼。我们顾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婆婆见我们这么不识趣，就开始撒泼怒骂了起来。妈，顾意听不下去了。哎呦，我不活了！老公早死，我一把屎一把尿，好不容易拉扯大你们2个孩子，本来还指望你们过上好日子后会孝顺我，结果你个没良心的，不但不孝顺，还伙同媳妇来欺负老娘。我不活了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故意你这样对你亲娘，会有报应的。婆婆突然冲到窗边，哭嚎着，恨不得将全小区的人都喊来围观。这么丢脸的事情，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，连物业都习以为常。我更是早已麻木，故意无奈地劝着婆婆不要这样。故意，你要还有点良心，就不要任由你媳妇这样欺负亲妈。还有小杰的事，你也不能不管。婆婆强势的要求，故意低着头没有说话。你媳妇欺负我，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也这样对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婆婆看故意无动于衷，又作势要跳楼了。妈，你别再逼我了。故意这时哽咽道：那是苏叶的房子，我们就别惦记了。等以后我赚钱了，有能力的话，再给弟弟买一套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不是有现成的房子，干嘛还要买？要是你媳妇不愿意将房子登记在你和你弟弟名下，你就跟他离婚。婆婆威胁道：妈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婆婆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怎么，怕了？你要是不将房子登记在我儿子名下，我就让他跟你离婚，以后你就是一双破鞋，守着那2套空房子孤苦终老去吧。婆婆咬牙切齿地应道：妈，你不要这样说苏叶，故意维护着我。哥，你忘了如萍姐了吗？她上个月回国了，还来家里找过你。你要是离婚了，如萍姐肯定会跟在一起的。眼看到嘴的房子就怎么没了，小叔子立马就翻脸了，开始落井下石，添油加醋。就是如萍可比你媳妇好1000倍100倍，当初要不是她死皮赖脸赖上你，你也不可能不等如萍，娶了这个扫把星。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，恨不得将我大卸8块，挫骨扬灰的样子，既想笑又想哭。我转头看向顾意，婆婆说什么我无所谓，大不了以后搬出去住，我只要她的态度，我不会跟苏叶离婚的。顾意终于表态了，我不活了。婆婆没想到一向听话的儿子，这会儿居然敢不听她的，立刻就翻脸，
开始闹了，嘴上说不活了，行动上却是朝我冲过来，伸手就要打我。顾意连忙拦了下来。拉扯中，婆婆突然尖叫起来，说她的手断了，变残废了。那痛苦的表情倒不像是装的。最后，顾意和顾和兄弟俩不得不将他们亲妈送去医院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妯娌彩玲见状，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，准备带孩子先回去。走之前，还丢下了一句话：“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一家人不就图个互相帮助和照应？现在你帮我，以后我帮你。要是你这点情分都不给，那以后也别怪我翻脸无情。随你。”我淡淡的应道：“其他的忙我可以帮，但房子……休想！很晚了，顾意还没回来，我不放心，给他打电话才知道婆婆手脱就住院了，顾意在那边守着。而小叔子顾和已经回去，虽然跟婆婆闹得很不愉快，但毕竟住院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是去菜市场买条鱼，煮了鱼粥送过去。刚走到病房门口，就听到婆婆添油加醋的跟临床说我这个媳妇是怎么坏，怎么恶劣，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抽我筋剥我皮一般。妈，为了避免冲突，我一直等到她抱怨完，才忍着怒气拎着保温桶进病房。见到我，婆婆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头转向别处不搭理我。我煮了鱼粥，妈你趁热吃。我将保温桶放置在床头柜上，打开盖子，盛了一碗递给她。不要在这里装孝顺，鱼那么多次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婆婆看都没看一眼，抬手就是一扫。啊！砰！伴随着我的尖叫声，原本端在手里的白瓷碗碎了一地，而装在里面的热腾腾的粥全洒在我的手背上。火辣辣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喊了出来：“妈，你干什么呢？”不知何时回来的顾意冲了进来，抓起我的手臂，双眼通红地冲婆婆吼了一声，忙拉扯着我冲进洗手间，将我被烫到的手塞进水龙头下，用水冲凉。冷热交替刺激着我的神经，让我倒吸了一口气。疼吗？顾意心疼地看着我。还好。看着他眼底里的疲惫，想来昨晚肯定没睡。我扯出一抹笑容，无论婆婆怎么样，至少老公是关心我的。想来因为我的烫伤，婆婆有点心虚，没有再为难我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结果没几天，她突然跑到我公司去大吵大闹，用各种语言辱骂我，什么我水性杨花，人尽可夫，私生活混乱，让老板开除我。这一场闹剧让我身心疲惫，都快疯了。好在同事们相信我的为人，领导也没因此真的开除我。下班后，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做好晚饭等顾意回来，想跟他说下午发生的事，结果等到快8点，还没见到人。给他打电话，才知道他回去看婆婆了。我心里原本就烦闷，这会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挂电话，趴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。顾意倒是没过多久就回来了，跟我解释说今天他妈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去看看她。我抬头看着顾意，心里有些悲凉地问道：“顾意，要是跟你妈同时掉水里，你只能救一个，你会救谁？”顾意顿时皱起眉，有些不耐烦地应道：“怎么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也觉得这样的问题很无聊，而现在却是我的处境。婆婆现在的意图再明显不过，就是要逼着我忍不下去，跟顾意闹，让她后悔娶我，跟我离婚。你妈下午跑到我公司闹，说我在外面有野男人，还让我老板替她主持公道，开除我。顾意错愕地看着我：“你是说真的，还是跟我开玩笑的？你说呢？”
我看着顾意没好气地反问着：“妈说下午好心去公司看你，结果被你赶出来，你妈哪次不是这样颠倒黑白？”我苦笑道。顾意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道：“苏叶，我妈她年纪大了，性格变得古怪，你就别跟她计较了。”呵，又是忍让。前几天我还觉得顾意是站我这里的，这一刻我却不这么想。也许她是爱我的，但在孝道面前，我不如一粒尘埃。顾意，你每一次都让我忍让忍让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忍让，你妈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。我的心一点一点的沉了下去，泪水抑制不住的溢出眼眶。那你想我怎么办？她是我妈，生我养我，我总不能打她骂她不管她。故意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我跟她妈之间的婆媳问题，口气不似以前那般温柔和气。所以现在我跟你妈，你只能选一个的话，你要选谁？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追问着这个问题，明知道答案却依旧期盼着奇迹的发生。苏叶，你别逼我，妈不可理喻，你也要跟我无理取闹吗？我无理取闹啊！我看着顾意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，也为自己感到不值和悲哀。顾意后来跟我保证，以后不会让婆婆再来闹我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觉得有些麻木。结果距离顾意的保证不到1星期，就又出问题了。那天原本公司安排我和同事出差几天，我一早就拎着行李箱出发去动车站，却因为投资方临时变卦，我们提前结束行程返程。没想到就撞见顾意和他前任如萍在家吃晚饭。顾意见到我突然回来了，很尴尬，婆婆就更不高兴了，好像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，坏了她的好事一般。忍着怒气，我还是本着来者是客的原则，招呼了如萍，还从她嘴里了解不少顾意的过去，同时沾光吃了一顿婆婆准备的丰盛晚餐。如萍吃过饭就回去了，毕竟我都回来了，她脸皮再厚，也不好意思一直赖下去。只是她一离开，婆婆脸色难看地坐在沙发上，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你不是要出差1星期吗？”“是啊，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如果不是因为投资方临时变故，老板让我们提前回城，我还赶不上家里的这出戏，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的。”婆婆吐槽着：“怎么破坏了你们的好事？还是我的错了？”忍了一晚上，此刻看着婆婆的嘴脸，我彻底爆发了。“苏叶，妈没别的意思，你先回屋。”顾意连忙劝我。卧室里新换了床单被单，还有我们的合照都收起来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转头追问着顾意：“是我换的，怎样？你要是没回来，顾意和如萍说不定现在已经和好了。”如萍说了，只要我们家顾意愿意回头，她就跟我家顾意在一起。婆婆一脸她没有错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表情炫耀道：“妈，你胡说什么呀？”顾意时急了，看到顾意的反应，我猜这件事8九不离10，又是婆婆擅作主张搞出来的。我还不是为你好。婆婆还不知悔改，转头冲着我继续嚷道：“你不要再没脸没皮的一直赖着我儿子，趁早离婚，别再耽误他。”“妈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又是长辈，不是我没有脾气。”我冷笑道：“别说的那么好听，你心里还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？你跟顾意本来就不合适，结婚3年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还是趁早放过我们家顾意。今天你也看见了，如萍跟我们家顾意是多么般配。”婆婆继续火上浇油着：“妈，你别再胡说了。”顾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劝不了她亲妈，只能将我推进卧室，关上门跟我解释：“苏叶，你别误会，我也是下班回来才知道家里来客人，不是你叫人家来的。”我瞪着他问道：“我怎么可能叫如萍来家里？
我跟他都多少年没联系了，是妈说下午遇到他，就叫他来家里坐坐。顾意直接否认道。我没有说话，顾意继续说道：苏叶，我们已经结婚，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。我不敢保证以后的日子一定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但基本的忠诚我还是能做到。我看着他，心烦意乱的。结婚以来，顾意对我确实是挺好，只是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。顾意，刚才你妈说的话你也全听到了，你还想要我怎样？我问着顾意。都是我妈她乱来，我回头会跟她说清楚。但我跟如萍真的没什么，你要相信我。顾意一再跟我保证，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心软忍下来，但今天我只觉得累，不止身累，心也累。我现在很乱，你让我冷静一下。晚上你睡沙发。说完，将他推出卧室。安静下来后，卧室里的氛围犹如黑夜吞噬了光芒一般，一下子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。走到现在这地步，已经不是我不跟婆婆计较，她就不会再兴风作浪。我越忍让，她只会越来越得寸进尺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而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，特别今晚的事情严重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我不可能再忍下去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这个晚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想起了我和顾意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想到我的生活、我的婚姻，还有我的未来，一夜无眠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我要跟顾意离婚。他跟他亲妈的血缘关系是一辈子都无法脱离，而我的人生还有一大半，我不能让自己陷在这样绝望的婚姻里，看不到尽头，也看不到希望。一早，我洗漱好，拎着包走出卧室，看到顾意蜷缩着睡在沙发上，还挺可怜的样子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。顾意听到动静，一下子爬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估计也意识到这次事情处理不好，对我们夫妻的感情影响很大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想着待会叫他出去说，还是等下班后再约他。顾意已经起身走过来，然后毫无预兆地在我面前跪下，或者说突然脚下一软，就这样跪在我面前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而婆婆从她的卧室出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疯了似的扑过来，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骂我算什么东西，居然让她儿子下跪。毫无防备的我，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，耳朵嗡嗡直响，脑袋瞬间空白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。妈，你干嘛？顾意急忙过来扶我。我打死这个妖精，敢让我儿子下跪！婆婆还不解恨，冲过来继续打我，就好像要将我撕成碎片，她才能咽得下这口气一般。故意护着我，错手推开了婆婆。妈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婆婆跌倒在地，一下子就愣住了，没想到儿子敢这样对她，下一秒就鬼哭狼嚎起来，又开始老调重弹地控诉我多么没人性，虐待和欺负她这老太婆子，从头到尾没提她儿子一句不是。要是以前遇到这种事，我肯定是满腹的委屈和悲哀，但今天只觉得可笑。而我居然忍了3年，这样可笑的婆媳关系，最后还是以故意将我推出门，示意我先去上班，他回屋哄他亲妈告一段落。可能是因为昨晚没睡，再加上情绪波动厉害，我下午突然觉得不舒服，就跟老板请了半天病假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回到家门口，大门没有关严，妯娌的声音从屋里传来：妈，你让大哥跟大嫂现在离婚，我们不是亏大了，房子都还没搞到手呢，离了，故意就能娶如萍了，到时候让如萍给你们买房。婆婆喜滋滋地算计着：妈，你别被如萍骗了，我问过知情的人，
如萍出国根本不是正经的留学，而是花钱买的野鸡学校的文凭，现在在国外混不下去，才回国的。而大嫂那2套安置房可是实实在在的，还是学区房，再好，她不愿意分给你们，也等于零，不如趁早离了，别拖累我们家顾意。婆婆没好气地应道：“房子她现在是不给，但不代表以后不能是我们的。等安置房下来，这2套房就是她跟我大哥的婚后共同财产，以后哪怕离婚，大哥也能分1套，说不定2套都是我们的。到时候我跟顾和住1套，妈跟大哥1套，多好！现在离婚的话，不就什么都没有了？妯娌算盘倒是打得响亮，他不给，房子也能是我们的。”婆婆不解地问道：“妈，你说我大嫂现在还有其他的家人吗？”妯娌彩玲此刻神秘兮兮地问道：“没有了，那个扫把星连自己的父母都克死，娘家人早就死绝了。”婆婆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的幸灾乐祸：“这不就得了？万一哪天她有个什么的，她的房子就变成遗产，你说到时候该由谁继承？”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婆婆笑了，妯娌也跟着笑了。而站在楼梯口的我，原本只是想听听他们说我什么坏话，听完之后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，就想冲进去骂他们不得好死，这样算计我。但就在我要推开门，准备跟他们干架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这样做很不理智。万一我进去发生什么闪失，不就正好让妯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？哪怕没发生什么，我跟顾意直接离婚，还是便宜了极品婆婆和妯娌一家。我不能这样算了，他们想让我死，我就让他们走投无路，比死还痛苦。打定主意后，我毅然转身下楼。回到公司后，我考虑后就去总经理办公室找何总，申请调到销售岗。我现在在业务管理岗做事，虽然不用加班，但也就赚个死工资。销售岗工资是不稳定，而且经常加班，但只要肯努力，收入没有上限。我们公司销售平均工资都是大几千，高的甚至可以上万。而且之前何总就说我很有销售天赋，有意将我转到销售岗，只是我想要孩子，一直在备孕，不想加班，就没同意。现在我的婚姻已经快要保不住了，我更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，而转岗赚更多钱，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。同时，我开始实施第1步计划，所谓打蛇打7寸。婆婆最心疼和在意的是小叔子一家，我就让他们这一家不得好过。既然他们为了算计我的房子，不想让我活，我也要让他们不但得不到房子，还生不如死。这些年我不争不抢不计较，不是因为我软弱好欺负，而是因为我在意和渴望一个温暖的家。总以为家和万事兴，现在才明白我太天真。但万幸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临近下班，我特意给顾意打个电话，说昨晚误会他了，我想跟他好好在一起一辈子，就只能努力改变我在婆婆心目中的形象。我晚上打算买点好吃的回去，跟婆婆道歉，让她也早点回家，多帮我说点好话。顾意听了很高兴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下班后，我特意买了婆婆喜欢吃的卤料，又花重金买只金镯子。所谓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我这次是下血本了，买好东西，回到小区后，先给顾意打电话，确认他已经到家，我才上楼去。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还没开始发挥，就跟婆婆起冲突，白忙活一场。我进门见到婆婆后，不管她是什么脸色，立刻诚恳地道歉，然后又是送上她喜欢吃的卤料，又是献上我特意买的金镯子，终于将婆婆哄得脸色缓和下来，得意地说我能体谅她的用心是最好的。
我计划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。毕竟婆婆听了妯娌的话，在房子没骗到手之前，他们是不会再盼着我跟顾意离婚。这也为我晚上通过金镯子和卤料收买婆婆打下了成功的基础。接下来1个月里，我再接再厉，做足功课。只要婆婆过来住，我都是大鱼大肉伺候着，家务活一样也没让她做。晚上期间还会带她出去逛街，给她买衣服鞋子，买好吃的，全然当祖宗一般伺候着。顾意也因为我们婆媳关系缓和，很高兴，完全不知道我在下一盘大棋。好不容易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像往常那样晚上带着婆婆去逛商场，故意带着她经过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门口，然后停了下来，感叹道：“这个楼盘看起来很高档，要是我们能在这里买套房就好了。”婆婆看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嘲讽道：“连钱都没有，还想买房？”我并没有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继续说道：“妈，你看那横幅上是不是写着只要9999，年底就可以交房的准现房啊？这个地段最便宜的也要2万的，而且这附近还有个实验小学，我们是最好的小学新校区，这是妥妥的学区房啊！我们进去看看吧，反正也不用花钱。”最后，婆婆被我说动，跟着进售楼部观看沙盘的时候，我表现出很想买房的样子。很快就有销售来招呼我们。我问了销售很多问题：“你们这里的房子真的只要9999，真的年底就可以交房了吗？可以贷款吗？”等等，我知道婆婆关心的问题，与其说是我想知道，不如说我是特意帮婆婆问的。最后，我抛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现在首付不够，有办法买吗？其实我会这样问，是因为我已经提前了解过这个楼盘，在我们这个3线接近4线的城市，商住2用房的房价比正常的住宅房价要便宜1半，再加上这2年房产行情不是特别好，开发商为了促销，推出了首付分期的优惠活动，首次支付一笔钱后，剩下的首付差额可以分2年还给开发商。我算过，只要手头上有个7、8万的现金，就能买下这里一套50平的2居房子。我手头上有2万的存款，小叔子家只要有点存款，再想办法凑一下，就一定能买下这里的房子。销售介绍完后，我还一脸惊喜地确认道：“你是说，只要我们手头上有个7、8万，就可以买了？”“是的，剩下的部分可以跟开发商上借款，分期还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，也是最大的一次让利。而且活动只到这个月就结束了。”销售积极地推荐着。跟婆婆走出楼盘后，我一边走还一边遗憾地感叹道：“我要是有钱的话，就买了。这么好的学区，买了就能上最好的小学。可惜我跟顾意的存款加起来也才2万块，你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，买什么房？还不如让顾和买，他2个孩子还能上学用。”婆婆这时候开口说道：“那倒也是。这里的房子最适合孩子要读书的人买。”我点了点头附和着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毕竟这个时候我说多了，反而可能引起婆婆怀疑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做这么多，目的无非是想让婆婆回去劝小叔子来买这里的房子。只要小叔子买了，我就能让他们翻不了身。这个楼盘之所以便宜，因为它是商住2用房，水电费按商业的算，即使位于学区内，也没有就近入学的名额，不能算是学区房。还有一点是，这种房子买容易，要转手很难，完全不能保值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算准了，没有我和顾意帮忙，顾和彩玲买这套房子，哪怕负担得起房贷，
也还不了开发商的借款，到时候不但房子没了，还要上信用黑名单，什么好处都捞不到，生活还够呛。但小叔子一家太渴望房子，特别是学区房，而且以婆婆的心态，觉得哪怕她小儿子负担不起房贷，大儿子也会帮忙还，完全有恃无恐。我正是抓住了他们这样的心理，才会特意找这样的房子带婆婆来看。更何况销售比我还能吹，将房子吹得天花乱坠，婆婆不心动就怪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婆婆给我打电话说，小叔子和妯娌也看上那里的房子，也想买，但还缺点首付，让我和顾意想办法帮忙凑点。还说小叔子他们有孩子，比较着急学区房，我反正还没孩子，等过2年手头宽裕了，我们想买房，再让小叔子他们帮忙。我一开始一副为难的态度，最后才在婆婆的劝说下，勉为其难的同意。当然，我不忘提醒婆婆，这件事别让顾意知道，免得她不想借钱。同时，我也提出借钱的前提，就是要小叔子和妯娌给我写欠条。又过了2天，小叔子和妯娌赶来找我，说他们准备去售楼部签购房合同了，让我借钱给他们。我没有痛快的给钱，一直在说我也想买，本来还想跟他们借的，结果反倒他们来跟我借钱。彩玲就说，不是他们孩子要上学逼着买吗？回头等我和顾意要买房，他们也砸锅卖铁的帮我们凑点。你们都问清楚了吗？房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然怎么会卖那么便宜？而且我听说房价还会再降，要不你们还是先不要买了，再等等，或者多对比了解一下再买。还有房贷负担得起吗？要是负担不起，还是不要勉强买了。我一副苦口婆心的语气劝着他们，要是平时，顾和和彩玲或许还能听得进去，但这会儿他们只会觉得我是不希望他们买房，想自己买，才会极力阻止。所以我越阻止，他们就越想买，越着急买。大嫂，你放心吧，我都问清楚了，你就借给我们，我们保证还的。彩玲怕我不借，着急地催促道：“你们结婚，跟我和顾意借的3万都没还，当然我不是要跟你们讨。”我还是很为难的语气和表情。大嫂，这样吧，我们将之前那3万也一起给你写欠条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还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彩玲看了一眼顾和后，继续说道。我转头看向顾和，顾和立刻跟着附和：“是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还，大嫂你就放心吧。你们给我写个2年的还款期限吧，一家人的，我也不给你们算利息，毕竟我和顾意没有孩子，小杰以后就是我们顾家的独苗，是得接受好的教育。”我体谅地说道。之后让小叔子和妯娌写了2张欠条，一张是这次借的2万，一张是他们结婚借的那3万，夫妻俩都签字按手印。然后我跟着小叔子和妯娌去售楼部，待他们夫妻俩交钱时，我才将钱转账给小叔子，并备注借款。当然，之前借钱以及劝阻买房的过程，我也不忘录音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我借钱给你们买房的事，你们先不要跟顾意说，他也一直想买房。现在我将钱借给你们，我们暂时肯定是买不上，他知道后肯定要不高兴，到时候又要怪我。走出售楼部后，我不忘交代：“好的，谢谢大嫂，我们不会跟大哥说的。”顾和答应着：“是啊，大嫂你就放心吧。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在想，这钱他们借走就不准备还，自然不可能大张旗鼓去说，他们又怎么会明白？我只要拿着他们夫妻俩签名的欠条，即使讨不回来钱，也能让他们夫妻俩包层皮。前后不到半个月，
我从婆婆那里得知，小叔子和妯娌已经办完所有的购房手续，再加上是准现房，银行很快批了贷款，下个月就放款。听到这一消息，我知道我的大仇已经报了一半。这个晚上，我特意晚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故意关切地问我怎么这么晚回来。我说心情不好，到处走走。然后顺势提到我想存点钱买房的打算，毕竟安置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房，我们总是租房住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故意说他都听我的，我就将跟故意说，我们要争取安置房下来之前，自己存钱买套房子，这样算首套房，以后安置房交付后直接租出去，就能抵扣我们的按揭。这样我们不但有3套房，还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水平。故意听了连连点头，很是赞同。我趁热打铁继续说，要买房就得强制储蓄，让他扣掉每个月一些必要支出外，剩下的工资都交给我，存在银行里，这样他不会乱花。要是有人跟他借钱，他也可以说工资都上缴，没钱借。当然，我也会将我自己结余的工资存起来。我们积少成多，应该很快就能存到首付。故意答应了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我不帮他存着，早晚也是要被弟弟和亲妈花掉，还不如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多存点钱，争取早日买房。故意将他的工资卡交给我，按照约定，我每个月给他2000块，给婆婆500。房租、红白包这些另外支出，虽然剩下的已经不多，但聊胜于无。更何况我转到了销售岗后，因为工作卖力，业绩开始有了起色。这个月工资涨了1000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个月就可以翻倍。当然，这些我都没跟顾意和婆婆说，因为没必要。顾意也迎来了他工作中的第一个转折。老板想派他去深圳那边的工厂指导技术，工资翻1倍，但要签3年合同。他有些心动，又怕我反对，回来跟我商量。因为以前我也有调往总部工作的机会，却因为他的反对，我放弃了。我一听，这是天助我也。我跟顾意说，原则上我是不同意夫妻两地分居，会影响我们家的感情。但想到我们的将来，工资涨了，我们就可以早点存够买房的首付。而且我的公司也准备在深圳开分公司，我争取申请去深圳上班，到时候我们夫妻就可以团聚了。顾意听完很高兴，第2天上班，答复老板，同意派驻深圳。婆婆后来知道这件事，很不高兴，说跑那么远去上班，大城市开销各方面都大，肯定存不了什么钱，还不如踏踏实实留在家乡。我明白他之所以反对，是因为大儿子离开身边，他的仰仗就少了。小叔子一家以后想占我们家便宜，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我耐心劝婆婆，3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我也还在这边，到时候婆婆有什么事，直接找我就行。顾意也跟着说，她驻扎在工厂，吃住都在厂里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这样还能多存点钱，早点回来买房，孝敬她。看婆婆没有松口，她只好拿出撒手锏，说她合同已经签了，现在才决定不去，要赔一大笔违约金的。婆婆不乐意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喋喋骂骂地回去了。故意去深圳上班，我继续做销售工作，同时也不忘关注深圳分公司的筹备情况。为了能够顺利调往深圳工作，我提前跟何总打了招呼。何总知道我丈夫已经在深圳上班，也能理解我的决定，答应到时候优先安排我。同时，我将之前故意租的房子退掉，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一套单身公寓，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婆婆过来住，我一个人清静；另一方面也是为省点房租，
当然在婆婆面前只能说，为了省租金，搬去公司的员工宿舍住。没过多久，婆婆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再借点钱给顾和，说她最近收入不太稳定，还要还房贷和开发商借款，吃不消。我二话没说，又赚了3000过去给顾和，说我这3个月也就存了这点钱而已，毕竟我还没离开这里，还得先稳住婆婆和小叔子一家。后来我又问婆婆，她的金镯子还在吗？我想给她换个大的。事实上，是因为我最近没看到婆婆戴，猜想应该是给妯娌了。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买的金镯子，凭啥给觊觎我房子，还想置我于死地的人？我自然是要想办法讨回来。婆婆一听乐开花，立刻说在，我就让她这个周末带给我，我去给她定做一个实心金镯子。周末，婆婆将金镯子送过来给我，我又带她去吃了一顿好的，才送她上车回去。金镯子我自然是不可能去给婆婆换实心的，趁着这段时间金价涨了，直接将它卖了，换回点现金存在我的卡里。这个月做完，下个月1号我就去深圳的分公司报到，调岗合同流程都已经走完，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当然离开家乡之前，我还有件事要做，就特意抽空买了东西去趟小叔子家，因为小杰上星期肚子不舒服，做了一次全身体检，体检费用还是我出的，跑上跑下的事情也是我做的，就好像我才是小杰的亲妈一样。小叔子一家已经习惯一点都不见外地使唤着我。不过有失有的，我因此发现了一件极为有意思的事，去医院帮小杰拿体检报告，意外发现小杰的血型是 O 型血，而我记得小叔子的血型是 AB 型，而 AB 型的人根本不可能有 O 型血的孩子。我离开之前，自然是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叔子，不然怎么舍得走。到了小叔子家，看到小杰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爬，脸上又是鼻涕又是泥，脏兮兮的，就好像没人看管的孤儿一般。我喊了一声妈，没人应，显然婆婆跑去打麻将，将孙子锁在家里，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。我顺手拍了视频发去给妯娌，还语气心疼地给妯娌发语音：彩玲，你怎么回事？小杰这么小，让他在院子里爬，也不怕冻着，饿得都吃土了。你是怎么当妈的？果然没一会儿，妯娌的电话打过来问我，婆婆没有在家吗？我跟妯娌说，我买了点东西来看孩子，门锁着进不去，喊人也没人应，就看到小侄子在院子里爬。妯娌一下子就炸了，在电话里骂骂咧咧，说死老太婆子，肯定又跑去打麻将。她马上就回去。妯娌在附近的工厂上班，没过多久骑着电动车回来了，叫了我一声大嫂后，一边气呼呼地开门抱孩子，一边恶毒地骂着婆婆，什么老不死的之类的话都骂出口了。而我在此之前刚打电话给婆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赶回来的婆婆应该能听到妯娌骂她的这些话。果然，婆婆不满的声音随之传来：我不就出去一会儿，用得着这么大呼小叫的吗？妈，你要出去也带上小杰呀，你看他都在院子里吃土，你就不怕发生什么意外呀？妯娌脸色一变，语气一下子就软了下来。妯娌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我也算是亲眼见识了，就一会儿功夫能出什么意外？婆婆没好气地应道：妈，这会儿我只好主动发声，当个和事佬。回来了，屋里坐。婆婆见到我拎着东西，脸色倒是缓和一些，招呼着：今天没上班，给你们送点东西过来。我解释道：回来就回来，还拎这么多东西。婆婆嘴上这样说，动作却很快地接过了我手中的购物袋，给你和小杰买的。
我特意说明。后来彩玲先去上班，我坐了一会儿也准备回去。婆婆问起金镯子的事，我说在定做中，还没做好，做好我就给她送过来。婆婆立刻就眉开眼笑地答应着。刚要出门，我装作突然想起什么事，从包里拿出了体检报告单，交给婆婆，并交代道：对了，上次小杰体检报告我去拿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医生弄错了，小杰血型怎么会是 O 型？你等顾和回来后，拿给他看看，是不是弄错了？要是弄错的话，我再去找医生问一下是怎么回事，有什么毛病吗？婆婆顿时紧张地问道：小杰身体很健康，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我记得顾和的血型是 AB 型的。AB 型是生不出 O 型的孩子，就像我们黄种人是生不出黑种人一样的道理。可能是我记错顾和的血型，也可能是医生将小杰的血型弄错。这报告上写着小杰是 O 型血，你回头跟顾和说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。我交代道。好。婆婆应道，脸上的表情明显不对劲了。毕竟她不傻，我这样通俗易懂的说法，她不可能听不懂。要么是弄错了，要么就意味着小杰根本不是他儿子亲生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村里的那些流言蜚语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婆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她最宝贝的孙子根本不是她家的种，而她居然为了这个野种，得罪了我这个有2套房的媳妇。我只要想到接下来婆婆跟妯娌撕逼的场面，就想仰天大笑。只可惜我明天一早的动车出发前往深圳，看不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了顾和打来的电话，问我小杰的血型怎么会是 O 型，医院搞错了吧？我安抚顾和说，别着急，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明天他带着小杰去医院抽血检验一下，2个人的血型都验一下比较保险。现在验血型很快的，不用一会儿就能出结果。顾和让我陪他一起去，我以要出差为由拒绝了。顾和会给我打电话，说明婆婆已经跟他说了，他虽然大学没考上，高中倒是有读，生物学上关于血型的知识肯定知道，即使不确定，手机搜索一下也很快就知道 AB 型的人是不可能生出一个 O 型血的孩子。所以他看到小杰的血型是 O 型血，自然明白意味着什么。第二天8点多，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，就出发前往动车站，暂时告别了家乡，开始我全新的奋斗征程。至于婆婆和小叔子一家，就等着祸不单行吧。到了深圳以后，我按照顾意之前给的地址去找他。顾意见到我的时候，先是愣住了，不敢相信我真的来了。过了几秒后，突然冲过来抱住我。在餐厅里，顾意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我昨晚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，深圳的分公司一开，我就会申请过来这边工作的吗？我笑着应道。我以为没那么快，顾意笑得跟傻子一样。吃饭过程中，我陆续将3个多月发生的事情都跟顾意说了，包括顾和不听我劝告，硬要买房，婆婆逼着我拿钱给小叔子凑首付，还有小杰的血型跟小叔子好像对不上等等。顾意听得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。顾意，我真是没办法了。最后我哽咽地说道，苏叶，你之前都没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家受了这么多苦。我妈和我弟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们自己都还没买房，还逼着你拿钱给顾和买房。顾意愧疚地说道。你在深圳这边，我不想让你操心，才没跟你说。我应道。就在这里，顾意的手机响了，是他亲妈打来的电话。
婆婆在电话另一头呼天抢地哭骂妯娌不是东西，居然给她儿子戴绿帽子。小杰根本不是他们顾家的种，其中夹杂着顾和失控打人以及妯娌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看着顾意，只听到顾意后来说了一句：“妈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，我这里信号不好。”然后直接挂了电话。我看着顾意，愣了几秒，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反应。然后故作担心地问道：“你这样直接挂了妈的电话，可以吗？我现在人在深圳，管不了那么多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弟的家务事，让他自己解决去，我们也不好掺和。”顾意回应道。我第一次发现顾意原来也有这么果断勇敢的一面。再后来，听说顾和跟彩玲闹离婚，几乎天天上演全武行，婆婆也不带孩子了，逢人就说儿媳妇是只破鞋，不是东西。再后来，顾和彩玲因为房贷和开发商欠款还不上，被起诉，进了信用黑名单，房子也被收回去拍卖抵债。婆婆一开始还打电话找顾意，哭着喊着让他想办法帮他弟还钱。顾意一口回绝，毕竟不是几千，而是10几万，他去哪里抢那么多钱？以前婆婆找他，动不动就呼天抢地，他受不了，只能答应。现在他人在深圳，母亲最多只能打电话找他，他就敢拒绝，最后索性家里的电话都不接。而我早已经换了手机卡，转到深圳上班，更不用怕他们。再说他们过得越惨，我才越开心。至于婆婆后来怎么跟顾意说我的，我完全不在乎。走到现在这一步，我跟顾意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分。我也算是看破了，也因为看破了，没有心理负担，我跟顾意感情反而越来越好。再加上顾意现在很听我的话，除了必要的花销外，工资都交给我保管。而我在深圳的销售工作进展得很顺利，相信只要我跟顾意同心协力，很快我们就能存够买房的首付，过上好日子。即使买不起房，我们也可以等安置房交房，生活因为有盼头，一天过得比一天好。至于其他人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，我是管不着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